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Open Cloud。最近它真的非常火，每个人都想探索它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工作中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电脑上安装 Open Cloud，其实面临不少风险。比如权限要求过高，还有就是说购买 Mac Mini 的话，成本又太贵，还有就是日常消耗的 token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成本太高，所以不愿意进行尝试。但是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标题，我们是要教你怎样创造一个安全的 Open Cloud 机器人，以及怎样让你的这个开销和日常成本非常低，甚至是零。首先，我们还是谈一下安全问题。相信大家已经听说了不少 Open Cloud 的安全事故，比如说 Facebook 高管的 Open Cloud 删掉了他所有的邮件，有人用 Open Cloud 炒股，亏得倾家荡产；有的人的 Open Cloud 不小心删掉了重要文件，还有人因为 Open Cloud 的一些恶意 skills 导致自己的全部重要隐私信息被盗。现在很多媒体也在发文提醒大家注意 Open Cloud 的安全隐患，这些也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今天提供的方法是非常安全的，它不可能让你损失你的个人隐私或者重要信息，或者删掉你的重要文件。我们接下来看，OK，一般 Open Cloud 可以部署在哪里呢？第一，Open Cloud 可以部署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刚刚我们讲了，你可以部署在你的 Windows 电脑上、你的 Linux 电脑上或者你的 Mac 电脑上。现在部署在 Mac Mini 上是非常火的，因为 Mac Mini 便宜，然后又耗电量极低，然后它也不需要图形键，不需要一个显示器就可以运行。所以其实是现在是家用的最佳的Open Cloud 的运行机器，还有它甚至可以运行在你的电话上或者呃 Raspberry Pi 上面。但是呢，这些设备呢，它的配置非常低，所以它的那个功能呢，各方面受到了很多限制。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配置在 Cloud VPS，还有以及用 Docker 运行在 Cloud VPS，这样子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 VPS 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环境，它是一个虚拟的服务器然后 Docker 又是一个另外的虚拟环境，它运行在一个虚拟的服务器上面，所以里面的数据啊各方面都是新的，都跟你自己平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你的机器人运行在上面非常安全。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教你怎样在 VPS 上面运行你的 Open Cloud，安装以及运行你的 Open Cloud。我们有两个推荐的服务器，一个是 Hostinger，它里面有一键安装Docker，里面包含了 Open Cloud，但是它只有 Linux 服务器。然后另外一个是 Contable，Contable 的话，它是有 Linux 服务器，也有 Windows 服务器。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个图形界面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考虑 Contable。呃，这两个申请链接我都已经放在了我的视频下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申请。请务必用我的链接申请，你会获得最优惠的价格。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你可以零成本 token 使用 Open Cloud。它的
秘密很简单，其实就是你可以用 Google 的 Gemini 3.1 Flashlight 的 Free Tier。这个 Free Tier 的话，它给了很多的很慷慨的一个额度，你可以每分钟最多有15次请求，以及每天的使用量是没有限制的，每一分钟最多可以有如果我没记错，现在最高是有100万 token 的额度，所以其实基本上是够日常使用和正常的个人工作使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怎样去申请你的这个 API key。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去到这个 AI Studio 到 google.com，然后呢，你就会进到这一个界面。进到这个界面之后，你第一次进入的时候，你可能要同意一些条款，然后之后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了，不需要输入任何支付信息，也不需要输入任何的别的隐私信息，需要的是你有一个 Gmail 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去到这个左下角这个 Get API Key，你看到我这边就是今天刚刚生成的一个 API Key，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 Free Tier，我把它放大一点。你可以看到我是一个 free tier，我都没有 set up 自己的 billing，也就是说我连信用卡都没有放进去，所以它是不可能收你的钱。当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Google 自动就会给你创造一个这样的API key，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创建它。当然，你也可以创建更多的 API key，你也可以更改你的这个 key 的名字，比如说我可以换成 OpenCloud API key。这个 key 的话呢，你只需要点击这个复制按钮，你就可以复制它。等一下我们要用到。好，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主流的大语言模型是 Claude 以及 ChatGPT，还有 Google 的 Gemini。这里有一个比较图，就是说，如果说你使用Gemini 3.1和 Claude 的一个比较，就是你的一个大概的每一几个月，我看这边是6个月的一个成本情况，那 Claude 的成本是非常的高，而 Gemini 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花钱。当然，ChatGPT 的话也是差不多的价钱和 Claude。我也尝试使用过 Minimax，Minimax 是中国的，它的那个声称的费率是非常的低，可是当我真正使用的时候，我发现我仅仅是做一些很日常的呃请求以及日常的工作，它就每天大概会花我2美元到3美元，而我即使什么都没有干，它每天也会花掉我大概3到5毛美元，所以我觉得虽然不多，可是它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便宜，而且它的能力实在太差了，Minimax 几乎做不了任何你想做的事情。OK，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怎样去，今天我们就是讲一下怎样去用 Hostinger 来 set up 你的这个 OpenCloud。当然，Hostinger 也不是免费的，它也是要买它的服务器，但是它的价钱非常便宜。我们可以来，你可以点击我的链接，来到 Hostinger 的这个页面。首先你会到它的一个首页，你到它的首页之后呢，你点这个 Service，然后再点 VPS Hosting。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
服务器。我是建议选最便宜的这个服务器。这一个其实它已经给的很，它的服务器已经给的很好了。这个配置呢，它用来跑 OpenCloud 是毫无问题。OK，所以我们选这一个服务器。我会推荐你选1年或者2年的配套，因为它的价钱会更低。而如果说你选的是1个月的话呢，它的价钱就会比较贵。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个月。然后呢，Hostinger 有一个30天的保证退还30-day money back guarante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呃，你用在30天以内哦，它可以它可以无条件的退款。所以其实头30天你是可以随便玩的。你你30天内你觉得 OpenCloud 对你有用，那么你可以继续，那么你的钱就不会再退回你了。如果30天内你玩了之后呢，你觉得 OpenCloud 对你毫无用处，那其实你可以联系他们，在这个Hostinger 的网站都有一个 Ask Cody 这个按钮，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联系他们，你说我要拿到一个全额退款，他们是可以给你全额退款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放心，所以你可以毫无压力的玩30天的 OpenCloud，零成本，真正的零成本。所以这里我做演示的话，我们会真的去买一个买一个月的做一个演示。然后服务器的话，它自动会选择一个离你最近的服务器。那么这里我们就选它默认的延迟最低的一个服务器。OK，然后这里的话呢，OS 就是 Operating System，就是操作系统的意思。操作系统呢，你现在随便选，你可以就是说，我是建议选 Ubuntu，OK，然后我们不选择它有任何的 App，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装 OpenCloud，它也算是一个 App，所以这里的版本呢，你可以选一个最新的或者比较稳定的版本都可以。OK，这里我们选一个最新的版本。OK，然后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支付。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机器人对你很重要的话，OpenCloud 机器人对你很重要的话，你可以选择勾选这个每日的备份。这个呢可以确保，如果你的 OpenCloud 真的做错了什么事啊，或者是删掉了重要的东西啊，即使它是一个云服务器，可能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你想回滚到头一天的话，你有这个功能，它可以回滚到头一天。不然的话，它其实是每个星期会备份一次。所以你如果没有勾选的这块，你是每个星期备份。你勾选了之后呢，每个月多3块钱美元，但是你可以回滚到头一天的那个服务器记录。对，现在我们这个价格用我的链接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所以你不需要再点这个折扣券，因为你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折扣券了。OK，然后我们点这个继续。然后现在呢，你可以注册。这里呢，我采用就是说用 Gmail 的方式注册，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注册，你可以用你的邮箱和密码。好，这里我们进行一个支付。现在我们支付成功了，支付成功了之后呢，它会
大概会有个首先你要设置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叫服务器的 root password，就是说你的服务器的密码。这个密码呢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然后这个 SSH key 的话呢，是可以通过命令行访问你的服务器。这个对于不懂技术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门槛，但是不用担心。这个命令行的话，其实在 Hostinger 的后台也是有的，所以你即使不会这个，你也不需要使用这个功能。所以我们选下一步。OK，现在他在问我们需不需要更多的功能。OK，我们需要这个功能叫做 Docker Manager。Docker Manager 是我们需要用到的，所以我们还有这个 Malware Scanner，它是免费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加进来。接下来我们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服务器这边会 set up 我们的这个呃所有的这些文件啊，以及初始配置啊，以及这个 Linux 的一些初始配置，所以一般来说这个过程会有3到5分钟。所以接下来，我们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买好了我们的服务器。接下来我们可以就是说，看一下，有一个是 Google 的，Gemini 的 API key，我们已经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呃 Telegram 的 API key。为什么我们推荐使用 Telegram 呢？虽然说 OpenCloud 支持很多的聊天软件，大概有20到30个聊天软件，可是我们这里是推荐用 Telegram。因为第一，Telegram 的话你注册是很容易；第二是 Telegram 的话，你可以创造无限多的机器人，而你如果用 WhatsApp 的话，你只能有一个机器人。所以这个是 Telegram 的好处。啊、我有一个视频已经讲过了，怎样在 Telegram 创建你的机器人。你可以去看这一个视频，去创建你自己的机器人。然后你需要在 Telegram 那边拿到你的 API key。你拿到了你的 API key 之后，等一下我们有用。所以我们需要的东西一共是3个，一个是 Hostinger 的 VPS 服务器，或者是 Contable 的 VPS 服务器。呃，第二个是 Google Gemini 的 Free Tier 的 API key，这个我们已经拿到了。还有一个就是 Telegram 的 API key。这一个你去看我们这个视频，然后你拿到它的 API key。所以有了这3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OK，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进度。OK，我们这边已经好了，所以我们的服务器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现在只需要按这个 Manage VPS 这一个按钮，然后我们就进到了我们的服务器。这里 Hostinger 有一个调查问卷，你可以 skip 掉它，你也可以填它。OK，现在我们需要安装我们的 OpenCloud，所以我们需要去到这个 Operating System，在这个 OSM Panel 里面。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 Docker Application，Docker Application 里面有一个 OpenCloud 的选项，然后我们会去到这里。OK，这里有一个 Gateway Token，这个 Gateway Token 的话很重要，但是呢，你不用管它，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在 Hostinger 后台拿到，所以你现在也不用把它复制出来。
虽然说它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你登录你 OpenCloud 的密码。OK，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 Gemini 的 API key 放过来，所以我们去到 Google 的 API key，按这一个按钮，你不需要知道这个 key 是什么，然后来到这边，点击右键，复制在这边就可以了。然后呢，现在我们去我们的 Telegram，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个视频，怎样去拿到你的 API key。同样也是把这个 API key 复制到这边，然后就可以按这个 deploy，就是这样简单。这个过程呢，大概也是需要2、3分钟，也就是我们这里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买好了服务器，安装了 Docker App，放入了我们所有的 API key，以及把我们的这个 OpenCloud 的程序已经部署在了我们的云端服务器，而且是用的 Docker，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个服务器不够用，或者你不想用 Hostinger 了，你想用别的服务器，因为我们用的是 Docker，所以你可以用一行代码，一行的命令行，就可以把你的这个Docker 迁移到另外的服务器上面去，非常容易。这个你其实问 AI，它就可以告诉你怎样做。OK，现在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进度。OK，它还在跑，他说要大概需要10分钟，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其实一般是不需要10分钟这样久。OK，所以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同时，你可以就是说在这边看一下，哦，已经好了。我看一下我们的 OpenCloud 的这个服务器已经好了，可是它还没有在，它的状态还不是这个 running 的状态，它的状态是 created，所以呢，你要等它状态变成 running，然后我们就可以运行使用我们的 OpenCloud。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每次进到 Hostinger 的话，你怎样找到这个界面？你登录你的 Hostinger 的时候，你一般进来你是看到这个，你是看到这个界面，那么你需要去到这个 VPS，你去到 VPS，然后你看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 VPS 的这一个选项，你的这个 VPS 的这一个在这边，然后你就点这个 Manage，你点这个 Manage 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VPS 的具体东西了。这里面有几个东西比较有用，一个是这个 Docker Manager，这个 Docker Manager 会显示你的 OpenCloud 的项目，因为我们的 OpenCloud 是部署在 Docker 里面的，所以它是在这里管。那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你不想要这个 OpenCloud，但你这个服务器还在，那么你也可以考虑到这个 Operating System 这边，在 OS Panel 这边，你可以把它变成别的应用，就是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个它支持的应用。当然，如果你自己会Command Line，你也可以安装任何你想要的应用。它有很多种应用你可以安装，而且你不需要懂任何代码，你只需要点就好了，它就可以换成别的服务器。还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DNS Manager 里面，DNS Manager 里面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域名，也就是说你的 OpenCloud 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域名，你可以通过这个域名来访问它。那么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域名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去这个 Overview，
在这里，你的 OpenCloud 将会跑在这一个域名上面，它是有 HTTPS 的，所以它非常安全。你的，你跟你的 OpenCloud 之间的任何交流，以及你访问你的 OpenCloud 的控制中心，它不会泄露任何信息。OK，我们现在我们的 OpenCloud 还在运，还没有好。OK，我们稍等。呃，在这个 Hostinger 的这个 VPS 这边，其实它有一个 tutorial 的页面，你其实有什么不懂，你可以问，你可以去这个 tutorial 里面看，它里面有很多教程，你可以在这边看。还有就是，如果你有不懂的东西，你可以在右上角点这个 ask，然后它这边它默认呢是 AI 回答你。可是如果说它的 AI 其实很强大，我试过，它可以真的帮你解决很多问题。那如果说你觉得 AI 回答的不好，你还可以申请跟真人进行沟通。那么他们的工作人员会介入，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专业，所以真的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去问他们，如果你遇到了，包括在 OpenCloud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包括 VPS 遇到了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去跟他们进行沟通。现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Contentful 的价钱。其实 Contentful 呃它给的这个 Linux 的 VPS 的话，还比Hostinger 更便宜。但我也试过 Contable 的服务器，他们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给的资源会有一点呃比较有限制，就是可能没有它上面写的这样大，所以这个是有一点隐患。就是说，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服务器，可能它有的时候因为资源限制，它会变得非常卡，这个是我有遇到过的情况。所以当然它的这个参数和资源写的是更加的大，而且它的价钱呢还比 Hostinger 更便宜，所以其实你也是可以考虑，如果你再考虑一个更便宜的服务器来部署你的 OpenCloud 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它。这个服务器的话，应该是我看过的最便宜的。那如果说你要找它的 Windows 的 VPS 的话，你就来到这里。它的 Windows 的 VPS 的话，大概是十10多欧元一个月。它的 Windows VPS 的话是12欧元一个月啊。那如果你按年给的话，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然后你可以 Windows 的 VPS 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可视化的图形界面，就是因为很多人呃他可能不太习惯 Linux 这样没有图形界面的服务器，啊、他希望有一个图形界面可以操作，那么这就是你的选择，你可以在远程有一个服务器，而且就是你登录进去，它就跟正常的 Windows 电脑一样，而且它成本的话，一年才100多块，那么其实远比你自己去买一台电脑要划算，因为你买一台电脑可能也是1000块左右，然后由于你自己日常在使用，那么它里面肯定有很多你的隐私信息，那么这样子的话，用来跑这种机器人的话，它其实是不安全的。呃，那么你有一个这样的服务器，除了使用 OpenCloud，你还可以装一些远程的软件，或者是大家共用的软件，这样子它也是可以起到它别的作用，因为它给的资源其实蛮多的，你可以用来做不只是用来做 OpenCloud，可能你还可以做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隐私信息的工作和软件装在上面。OK，我们回来看一下哦，我们的现在 OpenCloud 已经好了，所以我们 OpenCloud 好了之后呢，怎样去访问呢？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进到这个界面，进到我们的这个界面，然后我们点这个复制我们的 Gateway Token。OK，这个 Gateway Token 其实就是我们的登录密码，然后我们可以进到点这个 Manage 进来看一下。这个 Manage 的话，我们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 OpenCloud 的名字。这个 OpenCloud 的名字其实也蛮重要的，如果你要跑命令行的话，其实它会用到。然后这里的有一些 environment 的参数，这些参数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输入进来了，比如说我们的 Gemini API Key，我们的 Telegram 的 token 都在这边。那将来如果你换掉了你的 Gemini 的 API Key，或者是你换掉了你的 Telegram token，你可以在这边更改，然后重新 deploy。还有就是，刚刚我讲到的输入命令行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点击，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输入命令行，而不需要用 SSH。OK，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overview。OK，怎样访问 OpenCloud？其实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 OpenCloud 的按钮，你就按这个，它就会带你去到你的 OpenCloud 的登录界面。然后这里呢，点击右键，粘贴刚刚我们复制的这个 OpenCloud 的 Gateway Token，然后点 Login，然后你就会进入这个 OpenCloud 的界面。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的 OpenCloud 就已经部署好了，它已经在用了。那么我们怎样去跟它进行一个沟通呢？还记得我们刚刚说我们已经连接好了我们的 Telegram 吗？所以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 Telegram，我们进到我们的 Telegram 的界面，这个是我们已经连接好的那个机器人它的聊天界面。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跟他说一句话，你就会看到 OpenCloud 回了一条消息，他说，access is not configured，呃，他给了我们一个 pairing code，他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行，我们要复制这个命令行，我们可以复制它，然后回到我们的 OpenCloud 的界面。现在其实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干活。OK，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说 API rate limit reached，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去我们的 agent 里看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模型？因为我们用的是 Gemini，默认它用的是 Gemini 3.1 Pro Preview 这个模型，它在 Free Tier 里面是没有的用的，所以它显示了 rate limit reach。OK，所以我们要换去这个 Gemini 的3.，OK，现在我们可以先换成2.5 Flash，然后我们 Save。OK，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Chat，我们再把这个复制进来，然后再发一次。这一次他就回答了，是因为 Google 的 API Key 它是
它有一个 rate limit，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rate limit 的话，2.5 flash 每分钟是可以有5个 request，可是它这里 Gemini 3 Pro Preview 在这里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发送信息呢 ？OK，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哪一个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一个是性价比最高的，Gemini 3.1 Flashlight，它有15次的，每分钟可以有15次的 request，然后它每分钟允许有250千的 token，这是很多的，其实基本上你正常使用是用不完的。OK，我们回到我们的 OpenCloud，OpenCloud 它说已经 approve 了我们的这个 Telegram，OK，所以现在呢，我们去我们的 Telegram 跟他发一条消息，还是发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刷新一下页面，OpenCloud 这边我们刷新一下页面，其实它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消息，只是说它这边还在进行一个处理，所以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第一次唤醒的话呢，它会需要多处理一点东西。哦，它还是讲 rate limit reach，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我们现在换成的这个2.5 flash 它只允许每分钟5次 request，那么每分钟5次 request 的话，还是可能会 reach 到它的 limit 的，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唤醒OpenCloud 的话，其实可能需要比较多的一个token，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就是说想办法把这个加进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3.1 flashlight 加进来。我们跟这个，我们回到我们的 OpenCloud，然后跟他讲一声。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做一些，他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添加这个呃 OpenCloud 的这个新的这个模型。这些错误你不用在意，后面我们可以全部让 OpenCloud 它自己 fix。他说他已经添加好了，我们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已经添加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 Agent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模型，等待一下。如果它没有刷新出来，你就刷新一下，重新进入。可以重新进入之后，我们去到我们的 Agent 里面，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有3.1 Flashlight。它确实已经成功的添加了3.1 Flashlight。OK，然后呢，我们就保存。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默认模型就换成了 Gemini 3.1 Flashlight。这个的话呢，它每分钟呢是有15次的 request，以及250千的 token 量，它比这个2.5的 Flashlight 多很多的 request per minute，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是够我们日常使用了。OK，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 Telegram 这边，我们跟他讲，呃，我们需要让他们帮我让OpenCloud 帮我们装一个 skill，这个 skill 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 skill，就是这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skill。
我们刷新这个页面，看看他有没有收到这条消息。他也我说帮我添加这个 Token Optimizer，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请注意，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 Google 的 API 是完全免费的，没有花1分钱。所以你回到我们的这个 Gateway 的话，你会看到我们是 Free Tier。然后你到这边呢，你会看到我们的记录，最近1小时的记录，其实有很多的 request。当然，它产生了一些错误，因为刚开始我们使用那个2.5 Flash 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 rate limit 很低，所以确实产生了一些错误。可是现在呢，它可以很正常的跑起来。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Optimizer 的 skill 已经装好了。我们去我们的 skills 看一下，在 skills 里面，你点开这个，你会看到你现在的已经有的 skill。我们刷新一下页面看一下。可是我在这里没有看到我们的 Token Optimizer 的 skill，所以我可能要去问一下他。OK，他是说我们在那个 Clone Hub 的搜索 rate limit。OK，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 Gemini 的 rate limit reach，不是我们 Gemini 的 rate limit reach，而是这个 Token 这个 Clone Hub。就是安装 Skills 的搜索的人太多了，可能最近太火了，所以搜索安装 Skill 的人太多了，所以它的服务器反应不过来。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他说他，你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回答我们了。他说我想要安装这个Token Optimizer，但是我 hit a rate limit。注意这个不是 Gemini 的rate limit，而是 Cloud Hub 的。是 Cloud Hub 的 rate limit，所以是因为用的人太多了，他们的服务器反应不过来，所以我们可以再试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是在 Telegram 跟我们的机器人聊天，而我们的机器人正在很远的一个服务器，可能离我的话有几百公里的一个服务器，他在那边干活。他说他还是不可以安装，是因为Cloud Hub 的那个 limit 到达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可以安装这个 skill。多试几次的话，它是可以的。多试几次呢，它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的话，我就可以让它做一个任务。所以他说他会等一会儿再继续去安装这个 skill，然后他会让我知道明天早上会让我知道。请注意的话，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这个OpenCloud 是在一个 VPS 的 Docker 里面，所以它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它的这个 cron job，cron job 的话，你需要更多的，你需要给这个呃 Docker 更多的权限，它才可以安装它才可以 enable 这个 cron job。这个在之后的视频我们会讲到怎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由于 OpenCloud 它自己有一个心跳的机制，这个心跳机制呢，可以让它每半个小时出来审查一下它需要做什么。其实它可以不需要这个 cron job。如果你的任务不是频率非常高的话，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这个 cron job，而是使用它的心跳机制就可以了。呃，现在我们可以讲一下，现在我们的 OpenCloud 已经装好了，我们可以讲一下，其实，呃，怎样就是说，怎样去使用你的机器人，你装好了之后，其实有很多使用的方法。
就是说，第一，它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它可以帮你做一些，呃，它可以帮你做一些，比如说定时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每天固定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比如说你需要去某个网站上获取一些信息，那么这个其实 OpenCloud 就可以帮你做，然后它可以去互联网上抓取这些信息之后，通过 Telegram 发给你。OK，这是第一种使用方式。第二种就是，比如说它可以帮你测试你的程序或者网站，比如说我们建了一个网站，然后我们需要测试，那么像我们的一个常用的使用情况就是，我们给客户创建了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在客户的网站上，或者在客户的 Telegram 里，或者在客户的 WhatsApp，那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给这些聊天机器人发送消息，测试它们，并且 OpenClaw 还可以进行一定的审核，就是说，哎，这个聊天机器人到底回的好不好，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客户他是不知道怎么去测试的，而我们不一定有这个人手去测试，那么用 OpenClaw 来进行测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它可以去互联网上帮你的企业寻找你的潜在客户，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企业的话，寻找一个客户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通常是在几百到上千美元的成本。那么其实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公开信息，其实 OpenClaw 可以自己去互联网上访问各个网站，然后访问相关的比如说网页，或者是政府的公司的列表，来帮你筛选合适的客户，并且通过互联网找到他们的联系信息，然后再把他们放入一个 Google Sheet，或者把他们通过 API 连到你的客户管理系统，创建一个 opportunity，那么你的销售人员就可以直接去跟这些潜在客户进行沟通，进行一个跟进或者一个销售，这样子节省了大部分的市场调研和客户获取的时间。那么它当然还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帮助你，比如说它可以控制你的智能家居，它可以帮你就是去给你一个比如说每日新闻，或者是甚至是帮你炒股，但是我不会推荐他帮你炒股，因为他可能会亏掉你的所有的钱。呃，如果你真的要让他炒股的话呢，那希望你不要给他太多的钱。好，那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你想要申请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私信我，我有看到的话，我会进行一个回答，或者你留言在我的视频下面，我也会如果我有看到的话，我也会进行一个回答。那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